到这个背景就知道。Which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 We come from Holland. 我看到大叔的车。大家早安，我是 Linda。没有错，看到这个背景呢，就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奥运的现场哦。今天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的这个男子公路赛，非常期待呢。我们今天坐火车到巴黎的路上，其实在车上就看到很多人已经有各种帮自己国家队加油的旗帜了。那我们知道呢，今年其实有非常多车迷都非常喜欢的大咖这些 Pro 来参赛。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寿生哥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年奥运男子公路赛热门人选有哪些。早安，那我们请寿生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这个奥运男子公路赛呢，因为各国其实都有很多很实力坚强的选手出赛，但是呢，跟我们这些平常车迷看到习惯就是商业队的出赛的状况会不太一样，赛况是不是会有点微妙？请寿生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热门看点有哪些选手？今年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公路赛呢，因为距离273公里啊，总爬2800公尺。所以这个路线非常的漫长，然后加上有很多的这些小坡在里面，所以整个有点像是古典赛的放大版。因为初赛的选手有资格的只有90个选手，那90个选手里面就跟一般商业比赛不一样，一般商业比赛大概是180个选手，前面的这些过渡的路段呢，以往都会有副将帮忙消耗，现在没有，现在每个都是主将，大家就是要实际的去消耗量。那如果我们用均速45公里来算的话，这场比赛将会进行大概6个小时左右，所以非常考验他们的耐力。那目前看来呢，最热门的选手应该是 Mathieu van der Poel， 因为过往的记录他在这种单日赛这个后段的马力非常的十足啊，而且也是夺标热门。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普遍想到古典赛就会想到 WBA 嘛，比利时的选手。但是比利时还有一个就是刚拿下计时赛冠军的 Renko， 应该近况也是非常不错。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以团队战力的话，比利时跟法国是比较强的队伍。但是这个比赛呢，一队最多也只能派4个选手而已，所以打到最后大概剩下没几个人在互动。那当然，这个 Mathieu van der Poel 虽然是最热门的，不过也有一些单兵啊，像这个 Pedersen 还有戈买这些选手呢都不错，甚至澳洲 Michael Matthews 也许也会有点机会啦。主力选手被盯住的时候，也许副将跑掉，就有点像东京奥运的时候卡拉帕斯跑掉的情况有点类似。对，所以今年的战局呢，算是大热门是 Mathieu van der Poel， 但是要看他能不能顺利封王。那这一场比赛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亚洲的选手，这个跟以往大家看欧洲职业赛不太一样，因为亚洲选手呢也有机会参与，特别是近几年在环台赛表现不错的选手，像是蒙古选手森巴亚，还有之前拿下泰国的冠军选手呢也有参赛，冲刺很强的以色列国家冠军他也有参赛。另外呢，当然就是新城信也。新城信也已经是对从比了第4次的奥运会啊，可以说是从青年组比到壮年组了，所以可以说是精神指标了。那当然，这个他们的情况呢，就看他们能够这个温水煮青蛙可以耐受几个小时啊。去年在这个奥运女子公路赛啊，我们有出现一个爆冷的这个金牌，当时的状况其实是因为以前在这个商业队的部分，他们的比赛都是可以用无线电嘛，那因为奥运是规定不能使用无线电，松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少了这个无线电，战况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少了无线电，其实在世锦赛也有这个情况啊，就是如果是特别是下雨天的话，影响我觉得会大一些。然后因为前面的情况视线不清楚，然后战况如果是人多比的，就是有人跑掉也不知道，然后跑了几个回来他算错人数了，那整体来讲这个都有可能发生。不过在今年这个法国的话，因为最后3圈算是绕圈了，所以这个教练可能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指示，而且加上今天看起来应该是风和日丽啊，所以整个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好的，那谢谢寿生哥跟我们的分享，我们现在要去看比赛了，谢谢，拜拜，加油，拜拜。竟然在刚到巴黎，马上遇到这个今年2024年奥运 MTB 的这个冠军 Pauline。 Hello. Could you please say hi to everybody? Hello everyone. Yeah, so pleased to speak to you and to say a big order from Paris. And yeah, maybe see you later. Thank you. Ye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今年啊，奥
奥运的这个各个场馆其实都是要买票的嘛。那公路车的部分呢，它比较特别，它就是只有起终点那个地方，你如果要进去那个管制区的话，那边是需要买票的。但是整条路上就是赛道273公里，选手出来之后到要进终点之前的其他路全部都是免费开放，让大家可以在路上可以欣赏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很多车迷啊，有些穿着环发的啊，然后穿着什么比利时车衣的这些看起来都是资深车迷，大家就在那边找比较好的这个观赏点。我们现在也要去找。好，我们人生地不熟啊，第一次来巴黎，然后在那边找路找来找去，不太知道赛道到底在哪里，因为他只有说他在那个广场附近，但是整个赛道如何搭建我们都不晓得。但是呢，巴黎是很棒的，就是他们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在可能从地铁出来，或是每个路口，只要你会有点迷惘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过来问你，而且他们什么语言都可以讲，我们讲英文也都可以通，不用担心只有法文可以讲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贴心。刚刚有志工指引我们有票跟没有票的那个赛道可以从哪里去看，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买入场的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没有买票的人可以观赛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巴黎市现在不管走到哪里，从我们从地铁出来，火车站出来，整个 city 全部都是布满这个巴黎奥运的各种装饰。然后，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因为今年奥运会，巴黎市这边他们的设计是整个巴黎都是你的运动场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在各种历史的建筑物上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有装点的这个奥运的装饰，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大家的气氛其实都非常的好。那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呢，就是我们虽然来看这个奥运男子公路赛啊，但是大家本来熟悉的可能都是这些选手平常是穿着这个职业队的战服的这个样子。那因为奥运规定不可以有任何的商业活动，所以呢，大家平常看到熟悉的这些赞助商都不会在他们车衣上面出现。然后再加上这些选手平常代表的是队伍，现在呢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有些国家它甚至连赞助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车手可能因为代表国家队而被迫要骑跟原本自己代表这个商业队的时候不一样的器材，所以呢才会导致呢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这个讨论度会比较低一点点，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但是呢，喜欢骑车的车迷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在现场已经可以看到就是人潮汹涌，然后很多人都穿着这些什么环发的 T 恤啊，有些为了自己要帮这个选手加油的旗帜都有出现。好，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赛道去了，赶快去卡位，走喽 ！Yeah, can I? Thank you. 志工的生意很好，大家都要来拍照。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h, thank you. 我本来想要邀请他跟我一起拍的。现在呢，距离开赛时间大概还有8分钟，然后现场呢，赛道已经两边全部都是观赛的车迷了，然后很可爱哦，就是你听到大家只要赛道有什么动静，大家就会开始鼓噪，但其实只是那个清赛道的那些 marshal 在那边整理赛道而已，好可爱。然后刚才有一个工作人员骑类似那种 U-bike 过去，然后全部人在帮他欢呼，超可爱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赛道上面啊，就是各国民众他们就会放他们的国旗在旁边，然后帮自己心爱的这个选手加油。然后像我后面这2位奶奶很可爱，橘色是荷兰的代表色，他们就说他们要来帮 MVTP 加油，他们要 MVTP 拿金牌。好，快开始了。已经出发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公路赛呢，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出发的时候你就只能看到那1秒嘛，所以呢，你就要沿着赛道上面看，你步行到得了的地方，或者你有其他交通工具到得了的地方，在他们到达那个点之前，你要去到那个地方，你才看得到他们。那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呢，因为它出去273公里非常的长，但他们回到巴黎市之后呢，最后有一个3圈的小小的绕圈赛，所以我们今天的策略就是拍完出发之后，我们就好好的在巴黎小小的观光一下，吃个午餐补给一下，赶快呢先到这个最后绕圈赛的地方找一个很好的点，最后希望可以3圈都可以看得到这些选手进来在冲刺的这个英姿。其实因为现在是奥运期间，所以很多游客，全世界的各种运动迷其实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一定要找好时间去卡位。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分享一下，这次其实追奥运好像费用蛮低的，因为呢，这个地铁票，我们刚刚追完那个前面的起点之后呢，在1个半小时内都还可以用一样的地铁票继续搭乘地铁。然后我刚刚一进来就收到这个义工啊，他们到处都有在发这个地图，所以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上面有每一个有比赛的场馆位在的位置，然后还有它地铁的这个沿线是怎么分布的，所以很方便，就算是第一次来到巴黎，也不用担心会迷路。今天超级惬意，刚刚看完
起点之后呢，就跑去吃午餐了。吃完午餐，一边呢看这个法国电视台的转播，一边呢想说，等一下呢要去哪里找这个比较好的位置，要好好的欣赏一下最后这个绕圈赛的3圈。现在我们吃完饭走出来，马上又看到，就街上开始有一些躁动，因为很多法国车迷在地的这些欧洲车迷，他们都骑着自己的公路车来到现场要追奥运的这个比赛。那可以看到我右手边已经是全部，就是各个国家队的队车都已经在这边 stand by 了，因为大家知道奥运是不可以用无线电的，所以呢，如果有任何战术要下达，其实都是选手要下来到队车这边跟教练直接沟通，才有办法听得到这样子。但是不一样的是，绕圈赛最后的这3圈很关键，因为教练可以在你的附近嘛，所以是很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战术上的调配。虽然这已经是最后面了，但是很期待，等一下应该会很刺激。那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里是法国队，法国队后面是阿斯塔纳，就是哈萨克。哈萨克今年有2名选手，然后哈萨克后面呢有看到这个蓝色的队车，就是比利时这个队，然后在后面呢也有看到巴黎奥运的官方的这个队车。我们真的超级感谢志工，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找说那个绕圈3圈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刚刚差点站在一个只能看到1次的地方就要卡位了，还好有志工跟我们讲，他们随时都有这个 map， 然后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说，等一下那些 pro 是从哪里骑过来，哪一个点可以看到几次。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一个 feed zone， 就是等一下呢他们最后绕那3圈，这个地方是补给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对面各个国家队的教练都已经把他们的备车以及那些补给的冰桶啊或是果胶那些都已经放在这边了，等一下这边应该会非常精彩，可以看到3次 pro，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太开心了。我们遇到这个亚锦赛有碰到，当时在当澳门队小编的这位，现在呢在中国国家队这边帮忙。嗨，大家好，我是陈主任。这次过来呢也是帮中国的国家队来做一些后勤的工作。之前在我们阿拉木图也碰到过，对不对？其实阿拉木图呢也是国家队在备战奥运会的这个过程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役。然后在阿拉木图呢，我们的选手是拿到了亚军的，所以这次呢他也是用很好的状态过来准备这次奥运会的比赛。就是在过来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看这个实况的录像嘛，他的整体的位置还有状态呢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我是希望等会他们再过来这个补给点的时候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位置，更靠前的排名。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会总共给他们递3次水，所以也是希望能够用这种后勤的力量去帮助他能够更好的完成比赛。我们呢现在遇到的是这个香港的外籍教练，他的总教练哦。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body? Hello, I'm Hervé, the head coach of Hong Kong, and I'm just pleased, to meet you here. Thank In you. the Olympic, what a surprise! Yes, yes. So would you please tell everybody how's Loudwin now? It's pretty good, except it missed, the first escape. The plan, you can go in best escape because it would be smoother, so I miss it. So now we'll see, but it will be a very long journey for him. Yeah. It will be the longest race of his life, so it's a challenge, a challenge to finish here. So we will see soon if he can be here, or if he can be here with a bunch. Okay. It will be very nice. I told him he should enjoy every moment of a race. It's Okay. a really special race. Yeah. Okay. Thank you. Welcome, Tokachi. 我们现在在这里啊，越来越热闹。现在距离选手要过到这个点，可能还差不多有1个小时左右。可是已经真的是水泄不通，人山人海。刚刚呢，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来自欧洲的这些车迷啊，然后大家就在聊，他们可能对亚洲的情势不是这么了解，所以他们就在问说，例如说中国是不是一队啊，香港是不是一队啊，澳门是不是一队啊，有多少亚洲的 rider 在这场这个比赛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就有稍微聊一下。那更可爱的是呢，他们就问我们说有多少台湾的选手在赛场里面。那我就说没有，台湾虽然说没有选手上，但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位外国朋友就说，但是应该没有一队没有用到任何台湾的单车哦。所以我就说对，因为每一台单车上面一定多多少少都有来自台湾的元素，所以呢，我们台湾也是非常的与有荣焉，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在世界上的各种赛场亮相。距离这个选手要进来，差不多可能是3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有看到这边啊，补给区的教练，大家手上拿的水壶可能都有绑着果胶。我刚刚已经看到意大利队每一瓶上面都绑着果胶。然后因为今天天气稍微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刚刚像日本队啊，他们也去找冰块啊，很多队都在准备冰块。补给区真的也是大有学问啊，跟着那个天气，还有赛况的表现，还有选手的状况，都要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很好玩。观众好激动，都还没来，大家已经嗨成一片。我觉得现场的这个车迷很可爱，就是我那个中国队的教练啊，他们自己拿了一个大声公在里面，然后录了一个可以重复一直 repeat 的那种什么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这样子。然后现场的车迷听到了，就马上在那边喊阿累阿累，那个法文的加油。然后呢，法国人在唱这个法国的加油的歌的时候呢，荷兰人就用他们荷兰文在发音，然后比利时也在那边呛香，现场真的超级热闹，很好玩的一个气氛。
Congratulations！好啦，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在刚刚那个点啊，其实现场非常嗨，气氛很好，因为很多观众跟车迷都在这边。但是呢，因为网络不太好，现场人真的太多了，所以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最后冲刺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呢，因为最后我们就听到比利时的观众就整个疯掉，大家不断的在挥舞这个比利时的国旗哦，然后在唱的歌，我猜测可能是跟比利时国家有关的这个庆祝的歌。所以呢，我们就是大胆推测，看到有些网路就跑很久跑出来，看到 Renko 在冲那个欢呼的画面。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恭喜！今年呢、Renko 真的是大丰收啊！他个人计时赛也拿到金牌，公路赛也拿到金牌，今年环法他也拿到白山的这个殊荣哇 ！Renko 今年真的是势不可挡啊，真的太厉害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恭喜他。那第2名的银牌跟铜牌都是由我们法国的选手拿下来哦。地主队今年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早上呢，一从地铁出来就遇到这个登山车一姐 Pauline， 他应该呢也是要来帮这个地主队友一起来做加油的、哦。真的现场看真的是太开心了，气氛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不输环法的这个氛围哦，因为这应该是全世界的车迷现在都是聚集在巴黎这个地方，然后很可爱，大家文化不太一样，讲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都关心一样的事情。像我刚刚旁边有荷兰人，后面有法国人。右边有意大利人，大家都拿着这个转播正在看，然后大家就一起在讨论，然后有很多都是资深车迷，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说，哎，你看那个过去的选手是 Pogacar 的那个副将这样子，真的是大家都很关心 cycling 这个领域的话，第一次追奥运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很好玩，因为其实就是整条路上面都是开放的、啊，你随便想要去哪里看都可以。然后刚好今年呢，就是他们很贴心的在后面的这个3圈是设绕圈赛，所以我们其实呢来来回回看到选手非常清楚的很多次。那第一次追奥运呢，就是完美落幕，非常喜欢这次的体验，也把现场的这个欢愉气氛呢，都带给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很幸运，刚好有碰到奥运的时候，我们是在法国。看完这次呢，未来也非常非常想要追啊，因为跟环法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影片下面按喜欢、订阅、订到 Love Cycling。接着我们就在骑车路上见喽，拜拜。